上一次跟大家谈到僵尸细胞的概念有些人虽然年纪很大，但是看起来很年轻，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他体内的僵尸细胞应该是比你要少。僵尸细胞越多，你老化的状况就越严重身体的机能就会衰退的更快、更明显。健康加财富，知足就是福。各位大哥大姐们，如果你希望你虽然年纪增加了，但是呢，你的身体依然年轻，依然有活力，那么你要把我今天的这些内容要把它看完好，那今天呢，邱医师要跟大家分享，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方法呢，可以让我们虽然年纪大呢，可是呢，体内的僵尸细胞把它减少降低。在今天节目开始前，请大家有没有订阅邱医师频道？订阅的人越多，邱医师越开心，我会找到更多更有用的资讯来帮助大家追求更多的健康。第一个就是规律的运动你可能听到这个觉得说老生常谈嘛，但是呢，我常常有个感觉，像我跟朋友谈到说你要运动，每个人都回答说有啊，我有去走路我有去散步，我就跟他说这个不叫运动，这个叫活动。真正的运动呢，是要在短时间之内呢，让你的心跳加快，呼吸急促，有那种刺激身体的效果，这个才叫做运动。邱医师以前跟大家谈过一个叫身体预适应的概念，我们危急的时候呢，心跳一定会加快，需要的氧量一定会增加。如果你平常没有这样的锻炼的时候，一旦遇到这样的需氧量增加的状况的时候，你会遭受到很大的压力，如果应付不及，就会导致疾病甚至死亡。所以运动很重要。那我一直常讲，运动一定要记住，有氧跟无氧都要进行。什么叫有氧运动？再讲一次，有氧运动就是这个运动呢，可以持续的做10分钟、20分钟、30分钟，你还可以做下去的，这个叫有氧运动。无氧运动很用力的，你1分钟大概就做不下去了。用这个简单的方法来分类你就知道我现在做的是有氧还是无氧。当然很多运动是同时兼具有氧跟无氧运动，它里面是交叉进行的，间歇式的，这个没有关系，照样可以来做。有氧运动的运动方式呢，还是建议大家参照 WHO 的建议来，就是5-3-1原则，每周至少要5次啦，每次要30分钟，然后呢，心跳最好要超过110下那么阻力运动呢，每周至少要2次到3次。阻力运动就是很用力嘛无法持续超过1分钟。我有一个朋友问我说，邱医师，为什么他练不出胸肌来？我说你怎么做？他说他伏地挺身如果做，可能做25下他都做不下去了他就算了。我说错，如果你要练胸肌或者练其他的地方的肌肉都一样的，你至少要做3组。什么意思呢？第一组做25下，休息个30秒1分钟，再做第二组，你可能只能做20下，休息1分钟，再做一次，你可能只做15下，这样子叫做3组。他就问我说，那我这样岂不是隔天就会很酸痛？我说对了，就是要让它酸痛，因为肌肉一旦酸痛，代表它有受损嘛，有受伤嘛，有受伤以后它就会修复，这样的话就会长肌肉至于要怎么样长肌肉，请看我其他的影片，怎么样吃怎么样来配合饮食，让肌肉长得更好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要热量限制就是所谓的间歇性断食。好，我们以前跟大家提过，间歇性断食叫5-2断食，一个叫隔日断食。这2种断食呢，都可以促进细胞的自噬作用，就是会吞噬作用，把那些僵尸细胞把它吞噬掉，清除受损的细胞，那么就可以延缓僵尸细胞的累积相关的做法，请看邱医师以前的影片。第三个就是要健康的饮食，这个健康饮食邱医师也常讲了我再重复一次啦，反正就是尽量多吃抗氧化、抗发炎的食物绿色的蔬菜、红色的水果、新鲜蔬菜水果都很好。饮料的话呢，喝绿茶或者无糖黑咖啡，或者喝不加糖的茶，高山茶、乌龙茶，这些都可以再来呢，油脂选用健康的油脂，例如Omega-3、Omega-9这2种油脂是比较好的然后呢，多吃鱼类。相关的资料你也可以看我以前发表的影片第4个就是要良好的睡眠睡太多、睡太少对健康都不好。睡太少的时候呢，你交感神经会兴奋，肌肉数增加，瘦素减少，这个已经有医学研究了你对食物的欲望会被增加，很难克制，你就会热量过剩，就会导致肥胖的问题。那睡太多也不好，睡太多会使身体的活动量降低，代谢变缓慢，而且根据研究，睡太多呢也是跟慢性病还有忧郁症有密切的相关所以每天建议睡6到8小时。第5个就是压力的管理，长期的压力会使体内的内源性类固醇有人叫可体醇，也有人叫皮质醇，反正就是一种类固醇，会让它升高。升高的话就抑制的免疫反应，僵尸细胞会产生一些发炎反应，需要免疫系统来把它清除。如果是内源性的类固醇持续的升高的时候呢，它抑制的免疫反应，你清除僵尸细胞的能力就会变差。怎么样让自己舒压？每个人做法不一样，像邱医师舒压的方式就是运动
我的舒压反而是用运动哈，打球啊、骑脚踏车都是我舒压的方式。医学文献里面有建议的舒压方式，就是例如像瑜伽啦、冥想啊，或者正念啊，或者什么深呼吸的哈，你可以参考一下。第二个就是要避免毒性物质的伤害。有的是自己伤害自己，像抽烟、酗酒，这都是自己伤害自己；有的是没有办法被伤害的，那就是空污。你生活的环境当中污染的这个东西太多了哈，这都会增加你 DNA 的损伤，产生更多衰老的僵尸细胞。好，要避免僵尸细胞很简单，戒烟，不要酗酒，然后呢选择好一点的居住环境啊，这是你能做的。第7点就是健康食品啊，补充健康食品可能有帮助，但是邱医师一直很少鼓励大家去花钱买健康食品啊，因为呢很多实验研究都是动物实验啊，并不是用人体的那种随机分配有对照组的这种追踪的研究，它因为都是动物实验居多啦，所以只是有参考价值啦哈。因为动物实验显示说它可以延缓老化，或者是说增加你的健康或者寿命，但是在人类这边的研究其实并不多哦，而且它的安全性跟剂量到底要怎么用不知道哦，就是还是念一下啦，你可以做个参考啦。第一个就是胡皮素啊，叫 quercetin 啊，在苹果跟洋葱当中都有。第二个叫七黄素，叫 fisetin 啊，它也是一种类黄酮，在草莓、葡萄跟柿子里面都有。第3个就是 NAD 加的前驱物，就是 NMN 或者 NR， 这个最近很夯哈。我试过的心得跟大家报告，有做过一个影片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。所以今天的结论就是说，如果你要让身体看起来不要那么的衰老，你的年纪可以变老，但你身体未必要老化。你要减少僵尸细胞呢，保持年轻跟长寿。那目前呢，最可靠的方式呢，就是生活方式的调整，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这些：规律的运动、间歇性断食、抗发炎的饮食、良好的睡眠，还有是压力管理术。我认为啊，最简单的方式呢，还是多运动，然后呢，喝健康的水，吃健康的食物了。给大家一句话：投资理财有赚有赔，投资肌肉稳赚不赔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欢迎大家订阅邱医师频道，按赞分享，打开小铃铛获取最新的讯息。我们下回再见喽，拜拜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，请在下面按个赞。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，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，请按订阅。下回见。